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云南昆明。你们知道吗？在传说中才存在的小人国，在现实世界中真的存在呢。它就在昆明西山的这个大山深处啊。身后这个就是小人们住的蘑菇房。我带大家去看一看，这个一大片这个小蘑菇房。这小蘑菇屋也可以进去的。看看它这个蘑菇屋里面是什么样的啊？哇，装修的还挺漂亮的，专门给小人们住的。这个蘑菇屋五颜六色的，还挺好看的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人啊？有人。哇塞，看看里面什么样。你好。哦，里面是这样子的啊。你们在里面住吗？平时？不住的哈，就休息时候在这里面哈。呵呵，你是哪里的呀？云南的。啊，就是云南本地的。再看看别的地方啊。哎呀，再看看这个蘑菇屋，这个它就锁门了，他们休息的时候就打开门进去休息了。然后这里还有个小阳台呢。这些穿黄颜色衣服的人就是这边的小矮人。他们已经成年了，但是身高特别矮。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蘑菇屋。蘑菇屋里面装修还是挺漂亮的。你回山呀？师傅您好，看看你的小家啊。哎呀，挺好挺好。这个里面一共有20-30栋这个蘑菇屋，每一个蘑菇屋的装修风格都不一样的。这里面据说有60-70个全国各地的小人，他们在这里啊，就是每天以表演为生，这也挺好的啊。打造了这个主题乐园，让他们这些小人们不必颠沛流离，然后也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。这个蘑菇屋可以进去。哎呀，这里面装修的不错呢，2个皮沙发，后面还有很多图书，这里有个地球仪，这是小人坐的椅子，我坐一下啊。哎呀，这里面空间还可以啊，不是很挤，小人住是足够了。哎，大哥进来嘛。哎呀，再去下一个小屋里看一看，那里也有一个可以进去。这个小屋真漂亮，哇，这里面是一个国王的宝座呢。看小人国，我坐一下这个。刚才国王和他的卫兵们已经表演完节目了，住在这里面真不错。哎呀，我看这个楼梯能不能上去啊？能不能承受住我的重量呢？哇，这楼梯很窄啊。哦，2楼里面是这样的，空的。这个乐园有点意思啊，挺独特的。然后这个地方门票是100块钱，在网上买团购是90块钱啊，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，小朋友都玩得很开心的。这个是给小人盖的房子，这房子好漂亮呀，就像童话世界一样。里面还没有完工呢，还没有住人呢，不过外观看着挺漂亮的。小人们每天都是以表演为生，看这个骑着猪的小人还是挺好笑的，第一次看骑猪的那个人。然后这个小人国它也有国王，有卫兵，有卫队，他们每天会巡逻，在这个园区里面骑着小矮马巡逻，挺有意思啊，吸引了很多人来观看的。这样的小人国你喜欢吗？感觉是从童话走进现实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云南昆明，在昆明市西山区的深山之中，隐藏着一座鲜为人知的地方。那里居住着60多个小矮人，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就被叫做小人国。
原来这个童话故事中才有的地方，现实世界中真的也有。今天我就开车跋山涉水，来到了这个传说中的小人国，带大家去探访一下这群小矮人的生活。这个小人国里，它有60多个小矮人，其实他们都是残障人士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侏儒。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他们的身高都不超过1.3米。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经接近50了，最小的才18岁。他们被组成一个表演团队每天向来到这里的游客表演节目，展示他们被设计好的童话生活。这里的一切都是袖珍的，袖珍的小矮马、小蘑菇房、小的座椅板凳。来到这里的游客也都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想了解这个不一样的世界。小人们必须要有很好的心态和很强大的心理，和游客合影，介绍他们住的蘑菇房。有的人说这样太不尊重人家小矮人了，就像是去了动物园一样，把人当猴一样看稀奇。可是这里呢，又为这些小矮人提供了工作机会，让他们可以衣食无忧，可以养活自己。这些小人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，在他们当地呢，他可能都找不到一份好的工作，有可能还会忍受别人的歧视和异样的眼光。在这里呢，最起码能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有保障的生活环境，这也算是发挥了他们的特长吧。大家是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呢？可以在下面留言讨论一下。这里除了有童话中的小矮人，还有很大的一片游乐场，带大家去游乐场转一下。到飞机这里了，这是小人国皇家1号，这是个假飞机它其实是一个餐厅，飞机餐厅。这飞机做的真逼真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哎呀，是这样子的，2排这个座位，在飞机上用餐，这个体验也挺好。虽然是假飞机这里有个网红桥，这个桥真是够长够高，够刺激。哇，有一点晃这个山谷还是挺高的。看这里有块玻璃，距地面有个10来米吧。很窄的桥，还双向通行的。它这里游乐项目还挺多的，有那个彩虹滑道，还有那个空中的溜溜索，然后还有这个旱的滑道。我从这里滑下去，这个滑道好长呀！哇，太好玩了！哇，我要追上前面的人了。这个游乐场人真多，一个人100看这个有多少钱呢？这都是钱呢。这个也挺好玩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好多人可以一起玩。然后这里还有旋转木马，人工的旋转木马，荡秋千，上面是滑索。哎呀，真是太好玩了！终于看到这个坑爹小火车了。为了让小孩玩这个过山车，坑老爹呢老爹中午要多吃一点。挺好玩的，挺有意思的。换一个爹。这里还有蹦蹦床呢，这能不能承受住我的重量？哇，可以挺结实的，我快200斤了。哎呀，真好玩。下次来玩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到了云南墨江了，这里有一个公园，北回归线这个标志园，进去逛一下，门票40块钱。开着我的小白车，走进去看一下北回归线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地方。一进来就要爬山了这个台阶很多的，我坐这个魔毯上去。这个怎么做呀？倒背的，坐上去是吗？哎呀，我去，
哇塞，我是第一次做这个，这个有多长啊？看着，这扶手应该像那个自动扶梯一样那样上去吗？这个魔毯的价格是30块钱，来回的，一会儿回的时候还可以坐下去。到山顶了啊，脚下这条线就是北回归线。你看这个建筑上面写的墨江北回归线，北纬23度26分。我跨在这个北回归线两侧啊，这条线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？线的一边是温带，一边是热带。大家看我的右脚就处于热带，我的左脚就处于温带。它们两边的这个植被也是不一样的。你往右边看一下，这边的热带呢，热带植物都是椰子树之类的啊。你再看一下温带的植物，都是这种的。两边的植物很明显不一样。走，这个穿越北回归线啊。中国有好几个省份都跨越北回归线了，云南、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台湾都穿过这条线了。北回归线啊，北纬23度26分，在这条线上有什么神奇的现象？其中有一个就是立竿不见影。你看后面这么多这个大石头柱子啊，每年的夏至日6月22号那天中午12点，这些石头柱子是没有影子的。因为那一天呢，太阳是90度垂直的照射下来，一年当中就这一天啊是没有影子的，立竿不见影。夏至日这一天是太阳能直射到北半球纬度最高的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一天就是白天时间最长，然后晚上的时间最短。夏至日，这条线把墨江分为两半，一半是温带，一半是热带。所以当地人又叫这条线叫阴阳线，因为墨江这个特殊的地理磁场，使得墨江阴阳协调啊，再加上当地这个特殊的水土，造就了墨江双胞胎之城的这个美誉啊。然后这里有2口井，这是双胞胎井，喝一下这个水啊，可以生双胞胎的。看这个井水，在墨江一共有1200多对双胞胎啊。住在这个北回归线附近的就有600多对双胞胎呢，就是喝了这个水，这个水有神奇的力量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。这2个井，一个在北回归线以北，一个在北回归线以南。看当地人要喝呢，然后两边的水都要喝的，喝一边是生男的，喝一边是生女的。这水干不干净啊？你们平时也经常喝吗？对呀，我都生了10多对了。这么夸张？这个水反正挺清的。那你儿女双全了。喝了这个双胞胎井里面的水啊，然后在这里呢还有个许愿池。你看后面这里就有个雕像，这是一对年轻男女，他们是喝了这个水生了双胞胎了。这山顶上还有一个墨江天文馆呢，到那个圆球上看一看。走，进到墨江天文馆啦。这个天文馆里面最外面就是吊的好多的星球，那边是我们的地球，这边是火星，然后还有木星啊、土星啊，就是太阳系的9大行星。这里面也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，就是一些展览。然后现在到楼上去看看，在这天文台的最顶部可以看到墨江的全景。然后这墨江也是大山里的小县城，整个县城就以这个北回归线公园为中心，它就分布在这个公园的4周围的大山包围中的城市，哈尼族的故乡。这个就是天文台最顶部的那个球，现在球是上不去的，转了一圈啦。回去吧，这个天文馆也没什么好转的，没有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啊。这个地方是哈尼取火台，墨江它是哈尼族自治县。每年的夏至，太阳直射的时候，通过
中间这个装置啊，太阳光就会聚集到这里，然后下面放上柴火，就可以用太阳来取火。这就是哈尼取火台。这个地方是回音壁，这个回音壁啊，站在最中间这个点，说话的时候声音从哪里反射回来？这里的声音确实是很高、很洪亮。我不知道这个这个视频能不能录出来这个声音。我在这听得非常清楚，就像拿了那个扩音喇叭一样。哦，声音太洪亮了。北京天坛也有一个回音壁。冲着这边就没有，冲着这边才有呢。真的是挺神奇的，只有站在中间这个点上才能听到回声，自带扩音喇叭那种感觉。这里没有啊，其他地方都没有的，就那个圆点上才有。转了一圈了，这公园里不怎么大，一会儿就转完了。这个墨江有好多个别称呢，又叫做双胞之城，又叫做回归之城，还叫做太阳转身的地方。啊，真是个好地方啊！大家好，我现在到云南的个旧了，我是开车从墨江过来的。为什么要来这里啊？因为这里也挺有名的，因为房价低而出名。它和黑龙江的鹤岗很像啊，都是因为资源枯竭、人口流失，所以房价很便宜。据说在这里啊，几万块钱就能买一套房子。今天我就特意过来看一看，带大家看一下个旧这个城市的整体情况。它市中心呢就是这个湖，这个湖叫做金湖，还是面积挺大的吧。整个城市就是围绕这个金湖建设的啊，这样转了一圈。湖的南边这一片呢是老的市中心，这一片也是最繁华的，步行街呀、商业街呀都在这一边呢。然后这里建设的还是挺好的，毕竟个旧呢是以前中国的西都，这边的人还是挺有钱的。虽然说现在矿产资源开采枯竭了吧，但是人家攒了不少家底啊。然后湖的对岸呢是一座山，那个叫老鹰山，阴阳的阴，不是那个老鹰的鹰啊。在这个山顶呢有一个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整个个旧的景色。改天我也上去爬一下，现在都笼罩在雾中了，看不到山顶在哪里。所以说个旧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，这地方生态环境还是挺好的，很适合老年人养老。然后大家看这个湖边坐的很多老年人啊，日子也很悠闲。然后这个湖边呢还有很多人绕着湖在转圈圈，转这一圈呢是4公里，也要1个小时吧。这个个旧啊，它是个高海拔的城市，这个地方海拔1688米，昆明的海拔是1900米左右，比昆明稍微低一点。所以个旧这个地方呢，也属于高原城市。然后这个湖呢，也属于高原湖泊。然后对面这个老鹰山，它的海拔是2100多米，这个落差呀有400多米的落差，所以这个山也是挺高的。再说回这边的房价啊，个旧的房价呢是整个云南最低的、最便宜的，放在全国来说呢，跟鹤岗有的一拼啊。这边的均价二手房呢是3600左右，具体情况的呢就是有高有低。像前面这一栋楼又是电梯高层湖景房，它是最贵的，而且它离的医院这么近，后面呢就是商业街、步行街，所以这边的房子最贵，5、6千。然后那边的房子呢就很便宜了，就3、4千块钱的均价啊。然后还是湖景房，高层带电梯的。像这个老旧的这些房子，20、30年的这种房子呢，就更便宜了。网上呢不是有一个外卖小哥，他在这边7万块钱买了套房子，那个挺火的嘛。但是他那个房子的位置不好，在那个山上呢，半山腰，离市区也很远，所以那个10万以内的房子啊，位置都不怎么好的。像这个湖边的这些房子啊，怎么都得10万以上了。湖边转完了，现在去它市区里面转一下。整个个旧市呢40多万人口呢，然后市区里面住的18万左右，人口还是挺稠密的。整个城市配套也挺全，生活是很方便的。你看那个地方还有沃尔玛呢，这规格可以吧？一般的小城市都没有沃尔玛呀。然后邮局呀、银行啊、医院、学校都有的。
然后这边是人民医院，这里医院我都看了好几个了，生活确实很便利啊。这里就是个旧的市中心了，最繁华的地方。前面有2个很大的医院，这里人也是最多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德克士呢，远处的地方还有一个麦当劳呢，跟我们印象中不太一样吧？没想到这大山的小县城里还有德克士和麦当劳呢。一般这种地方不是只有华莱士吗？这个就是县城的商业街了，逛街的人还是挺多的啊，并不是我想象中的以为那个人口凋零那种感觉啊。整个县城还是挺有活力的，不管是马路上车水马龙啦，还是这些街上人流如织，都感觉这不是一个收缩型城市啊。中午吃个张亮麻辣烫，19.8块一斤，已经过了饭点了，就吃个麻辣烫吧，满一碗啊，25块钱。在这个金湖边有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酒店啊，这个世纪广场酒店，这里有他贴的一个招聘信息，看看当地很有名的这个酒店工资多少啊？服务员3000，传菜员2600，其他的就是2400左右啊，包吃住的。这个世纪广场这个酒店，当地还是挺大的一个酒店啊。哎呀，工资太少了，在这里养老还行，在这里工作的话，工资真的很少。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，我又来到湖边了，主要是来看一看夜景。这个灯光并没有全部打开，夜景一般啊，就是前面有一点霓虹灯，然后这个河边散步的人也少了。这么早就都回去睡觉了吗？而且这边也没有人跳广场舞，看这个广场上空空荡荡的啊，可能跟这2天降温了有关吧。这2天昆明这边、云南这边全部都降温了，昆明都下雪了，但是个旧这里没有下雪。湖的对面那几个楼灯光还可以啊，那几个是高层电梯房。小城市的晚上就是很安静，很适合休闲养老的地方啊。好，就拍到这里了，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云南的个旧。个旧这个城市因为房价低而出名了，它跟黑龙江的鹤岗有的一拼。整个城市有山有水，还是挺漂亮的。我昨天就来了，昨天呢我已经把个旧这个市区转完了。今天呢我打算去爬山。个旧对面有一个老鹰山，在那个山顶啊有个观景平台，可以看到整个个旧的这个市区的情况。走，跟我去爬山啊！到山脚下了，阴山。不到长城非好汉，不登阴山更遗憾。这谁写的对联？太有才了！这个地方是步行登山道，3000多个台阶吧，好像是400多米的这个垂直高度。我去坐缆车吧。这里负氧离子2170个，今天温度是9度，2月24号啊。今天有太阳，正好爬山，这个天气不错，空气也很清新。宝华索道直达山顶，索道今天不开，双程往返的40块钱，太遗憾了，爬上去吧。爬到这个塔顶去看风景啊，这个塔是这边的制高点，爬这个塔6块钱就可以上去啊。爬上来了，好累呀。这个上面还有2、3层呢，我就不爬了，就在这里看看风景吧。哇塞，
这里的风景太棒了，这个视野真开阔啊！哇，转到这边啊，这就是个旧的市中心，一目了然，看的真是太清楚了啊！带大家看看这个个旧，这个市啊，以这个湖为中心，这个湖叫金湖，据说以前也是挖矿形成的这个矿坑，后来就变成一个湖了。整个城市就分布在这个湖的四周围，大大小小有好多楼房啊。大家看这个楼房的密集程度，说明这个人口还是挺密集的。个旧市呢有40多万人口，然后这个城区里面住的18万左右，还是挺密集的啊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个旧的这个周围的环境，就是大山中的一个城市，大山环抱中啊。然后远处对面那个山是老阳山，我站的这里呢是阴山，一阴一阳。然后这个山上呢有好多梯田，能看到吧，一层一层的。因为这2天天天都在下雨，所以现在山中雾蒙蒙的感觉，看的不是很通透。这是一个高原城市，个旧的这个海拔是1688米，然后我站的这里是2100多米，这个相对落差有400多米呢。然后高原城市它紫外线比较足，但是这边空气很好的。我转一圈带大家看看这山上是什么样啊。然后这边呢是盘山公路，可以开车从那下面上来。这里还不是最高点呢，最高的是后面那个山。那个山上呀还有好多那个风力发电的那个东西呢。然后其实我也是开车上来的，因为今天索道停了嘛，我开车上来很快的，我的车停在那边，停车费是10块钱。然后这上面的寺庙呢是不要钱的啊，寺庙随便看。然后那里有一个玻璃观景栈道，那个玻璃道是100块钱，有点贵，我就不去那里了。花6块钱上这个塔上来看风景，挺好，省了100块钱。这就是个旧这一圈的风景啊。然后下面这个湖呢，转一圈，它的周长是4公里。这个湖边啊，一天到晚都有很多人在转圈圈呢，沿着这个湖。就吃完饭了，在这湖边散步。个旧这个城市是中国的西都，它盛产这个锡、铜、锌，这些矿产。因为现在资源开采快枯竭了嘛，所以人口流失，所以它这个房价就下降了。现在和黑龙江鹤岗啊是一南一北，房价最便宜的地方，房价也就2、3千、3、4千，然后10多万呢就可以在这里买一套房子。吸引很多这个低收入人群来这里买房的。但是这里呢又跟鹤岗的环境不一样，鹤岗的冬天那是非常冷的，它属于黑龙江那个东北地区啊。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四季如春，冬天它也不冷，夏天它也不热。然后因为它在大山里，这个环境啊空气也很好，我感觉这个地方更有吸引力啊，一年四季，四季如春。这个塔上面的过道非常窄，我都好害怕掉出去呀。现在我去那个玻璃栈道那边去看一看啊，这个塔上风也挺大的，现在要下去了。这里我发现一个观景长廊，也是在这个悬崖边上的。这个长廊只需要1块钱啊！哇，走到这里，这是一个观景台。看下面那个玻璃栈道是100块钱的，然后我这个位置啊，这个长廊只需要1块钱，太棒了啊！这么多人花那个冤枉钱去那个玻璃栈道上啊，这里看风景不好吗？好的，山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现在下山到市区里再转一下，走。在这个步行街上啊，这里有一个2手房的，看一下这边价格多少啊？它门口贴着好多这个价格表，看看有没有10万以内的房子。还真有啊，10万6千，50平的，也就2000块钱1平米啊。然后这里还有个10万的，53平米，也是2000块钱1平。这里有11万的，然后50多万的也有。
然后158万的也有啊，这个278平呢，反正价格有高有低。这边13万的、14万的、14万的55平，也就2000多平，2000多一平。这价格是真实的吗？这还有个9万8的呢，43平米，这个地段好吗？这个新南苑，城边一点的，城边一点，不在市中心哈。然后这个是22万95平，也就2000块钱左右。房子确实很便宜吧？均价是3600，具体看地段，地段好一点的3000多，地段不好的就2000多。这是另一个十字路口，车水马龙，特别繁华。它这边的街道很窄啊，你看这里都是单向通行的。这个十字路口特别繁华，这里是百货大楼，这个高楼林立啊，说明以前这里也是很富有的。然后我在这个地方找酒店的时候啊，发现没有几个连锁酒店，大部分都是这个他们当地的个人开的这个酒店啊。唯一找到一个如家，就在这里呢，也是刚开业不久。这个地方最主要是可以免费停车，所以我就住到如家这儿了。这个地方停车真的很不容易的，路边基本上找不到那个停车的地方。我的车就停在这里面。这个是酒店内部的停车场，可以停个10几20辆车。莫說情深多障礙，風也急，風也勁，白雲過山峰也可轉情。莫說水中多變幻，水也清，水也情，柔情似水，愛共永。未怕江風吹散了，而愛萬水千山總是情。在生也有天注定，白月天白月明，但求有山水共作證。